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这个美国原本的骄傲是不是变成笑话了呢？波音即将要崩溃吗？今天我们会来一起看，尤其它现在是否沦为川习会谈判的筹码？因为呢，川普已经要求北京了，希望北京能够跟美国买500架来自波音的大单，要赶快来救救波音吧。我们来看到，昨天我们还在聊说，川普访华的最大筹码，不管是我们聊了这个波音或者是大豆，但是确实现在已经正式的确立了，波音会成为接下来川普能否踏上北京红毯的一个重要生死的关键，不只是国力象征，更是大到不能倒。但是他最近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我们等一下会一起的来列出来，他最近波音遭受到哪一些的逆风，不管是事故，不管是财务黑洞，又是工厂罢工等等哦。川普现在超级着急的，所以要求北京啊，拜托买500架波音的飞机吧。我们先来看到短短的半年之内，波音近年来的重大事故跟危机，我们制作团队已经把它都给整理出来了。先来看到，光是6月、8月份跟9月而已，包括了有燃油控制开关出现了问题，设计缺陷造成了这个重大死伤260死哦，这是2025年6月，就今年印度航空波音787的这一场惨剧的空难。8月份的时候，波音737空中传出爆炸声，降落后跑道上竟然出现了残骸。8月份又来了，美航西南航空有179个人紧急逃生，因为当时发生了在起飞前的时候，机腹竟然突然间起火。再来，这是最近发生9月份哦，737的货舱疑似起火，被迫降落在大阪的关西机场。刚刚讲的这些都是跟空难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不管是在它的生产上，或者是它的品质上，甚至是财务上、人力上也都有问题。FAA 最新的调查抓出了波音数百项的品质违规问题。再来，它的777X 的机型延迟交货达到了6年哦，严重打击了波音公司的营收。财务危机现在总负债高达600亿美元，并且工人罢工在密苏里厂区罢工已经持续超过了6周了。所以原本的国力象征波音，现在得求大陆的帮忙了吗？会不会成为现在川普最大的软肋？汉庭怎么看？这个本来波音呢叫做美梦天成，国之重器，现在是美梦破碎，国之累赘。甚至波音的质量，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什么？它真的是连要谈到它未来的发展，叫门都没有。所以实际上，当波音的这种昔日荣光，今日之伤，工人罢工，内部溃烂，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曾经的大国重器，如今却需要依靠一个竞争对手的善意来苟延残喘，这就是美国霸权衰落的缩影啊。第一个，我们从政治层面来看，这是川普的面子工程跟经济人质嘛。所以川普执政呢，他干嘛？他需要中国大陆的慷慨，然后来拯救他任内一个标志性的企业，就是波音。所以川普希望透过访华，然后来向国内的选民证明，我可以搞定中国啊，怎么样？我可以拿得到订单啊，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战利品，成为一个政绩。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波音不是筹码，更像是一种人质啊！这是为了川普的选票考量。毕竟波音的困境呢，确实就直接影响到数十万名的美国工人的饭碗。那这些工人呢，就是所谓的铁锈地带的蓝领工人，是川普最重要的票仓。所以拯救波音就是安抚他自己的基本盘。那第二个，我们来看到经济层面啊，就波音的大，虽然曾经说是它的护城河，但是它的大也成为美国政府的沉重负担，因为它的市场选择跟政府之间的干预啊，非常的严重。目前波音它之所以还能卖得出去，很大的程度呢，已经不是基于它自己产品的卓越性能，都是因为它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强力保护和扶持，对不对？就是透过这种外交的手段，叫你帮忙买啊，然后这边买一点，那边买一点啊，而且甚至呢，当中的这种官商的勾结，就是波音的安全呢，多次的被 FAA 美国的这个联邦航空的认证标准降低，这是以国家的公信力来为私人资本背书。那为什么呢？因为这所谓的官方的高阶的这个政府部门的人员，就是波音的前高管，对吧？这个下台了之后跑去当官，然后官下台之后又跑去波音。而且第二个，我们再来看到，这也是中美博弈当中的筹码意味。什么意思呢？就是川普的一开始呢是把川普把对华的飞机订单当成一个政治筹码，他就是需要大陆的采购来维持波音的现金流。
这种从施压到求助的转变，其实也是整个美国对中国大陆战略从傲慢到焦虑的缩影，对吧？否则你如果都很强，你如果自己都卖得动，你如果自己很有钱，怎么会需要中国大陆的帮忙呢？而波音目前的这些失败也反映了，就是它的产业的空心化。好，就是为什么你自己制造不动呢？就是因为你实在是制造业的完全出走，再加上一些资本的贪婪。在美国的波音，更多的这些所谓的经费，更多的自由的现金流，大部分都是投于股票的回购，而不是投在研发上的投入。而如果我们相对的，就是中国大陆的商飞，10年来投入超过2000亿元的经费，不断的研发一个长期主义。所以从这件事情当中呢，我们既看到了川普他的政治需要，也可以看到了就是美国对中国大陆一种态度的转变。这个转变其实是一种实力上的转变。所以波音需要中国，是因为美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变得脆弱，美国的政治体系已经变得短视。好，从这个美国从施压中国变成向中国大陆求救，这蛮有趣的。所以那接下来就是要看说，那如果大陆跟美国买500架波音，那美国又可以给什么？这件事情就可能比较有机会谈下去。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讲波音不只是民航哦，大家比较关心的，包括它也是美国很重要的军工巨头。战机，其他的国家现在还敢买吗？还是也是透过外交的手段持续的，还是得不管怎么样，还是得买？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美国这个波音企业吧，毕竟是个大企业，它会有一些除错，除错的我不要再犯错了，我除错的机制，只是它除错的机制，你的是迅速除错了，还是延迟除错？可不可以立刻改？我们要立刻缺改，缺点改正了，我们叫缺改。你还是说，经过种种的繁复的手续，然后延宕了那么多时间，你再缺改？那你这样的话，造成效率非常低落啊。我认为波音在这方面呢，它的设计上的缺陷跟品质管制不佳，它出了2个问题。设计的缺陷，我们到那飞机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讲 U2，或者是我以前飞的 F104，它一起飞之后，我们刚一起飞完毕，一离地的速度很小那随时会失速，就要专升。你一起飞就要专升，很危险呢。你怎么专升？速度那么慢，你他妈直接失速掉地上，当场阵亡啊！他就要专升，你不专升，起落架收不起来。因为超过260，起落架超限，你起落架那速度好来很快哦，因为104就是推力很大，它的 J79引擎推力15800磅，你速度马上上来，轮子收不起来，因为你速度太大了，轮子因为气动力它一压的收不住，因为什么？你速度太大了，那你不能太大速度啊，那你就专升，不要保持速度，一专升的时候，在轮子才收得起来，好危险的，那一边起飞大家一起专升，一起飞就要专升。你看哪一架飞机起飞要专升的，是好危险的速度，然后随时一不小心失事坠毁，马上2个飞行员就走了。你2架飞机嘛，那这个是我们讲，换句话，它可以设计的这个你要容许的犯错的空间太小。比如 U2， 我刚刚讲到 U2 哦，你要飞行的时候，你要飞到那个速度，不可以飞到速度超限，翅膀会断掉，因为翅膀很大会断掉。那我的速度小一点，是不是失速？飞机马上掉地上，失速就坠毁了，升力不够嘛。对，所以飞机能够浮在空中是速度的问题，要有速度啊。那你一下超速，一下失速，就那么短的距离，那人稍微一疏忽，飞机就失事坠毁，非常危险。所以波音它这次，尤其是737，它当初那弓角叶片哦，现在是数位弓角，不是传统的弓角，那个我们讲的空速感测器，它是那叶片，它设计的就可以容许一点点，它这样的可能为了省油吧，结果为了容许一点，你飞行员稍微一不留意犯错，飞机失速掉地上。对，那这个换句话，这是设计缺陷。另外一个我们可以讲到的，它容许的空间太小。我们看看它的一下那个起落架轮子掉到外面，那个窗户弹掉，飞机的蒙皮一个大洞，造成飞机呢整个那个气动力都改变。为什么？在空中的时候，我们在空中我们都有加压，飞机爆掉，有点类似爆。你在高空的时候一直在加压嘛，你要维持跟地面一样，所以人很舒服嘛，不要在高空。但是问题是你设计那个地方，那个铆钉还有它连接的缝，你没有用心的设计很好。你这以后呢，在地面上看不出来，在这高空的时候呢，外面压力很低，你里面还是一大气压爆掉，那整个一个大破洞，整个飞机的机身跑掉了一部分，你赶快落地嘛！你看好大一个窟窿，人还被吸出去了，因为外面气压低，里面气压高，人飞出去了。还好你有挂安全带的是安全的，所以我们来看这些都是它可以容许犯错的空间太小，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那么的聚精会神，24个小时或12小时一直看到那个，
那你一错过，飞机就失事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讲到的，它的品质管制，它的品质管制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它经过这些教训，它会慢慢去除错。我们看去年2024年那个波音大罢工，37000人一共罢工了7个礼拜。对，就是它内部管理是出了很大的问题，我认为他会去做调整，要不然这公司会倒闭。对，那美国愿意它倒闭吗？那么多人要吃饭呢，我认为美国政府会加强要求。好，将军这个第一线亲身经历哦，告诉我们这个有关于波音它直接内部最直接的，不管是品质管制或者设计等等的问题哦，这些都是会出人命的事情哦。那现在我们也看到波音刚刚提到了嘛，除了罢工之外，负债这么高，600亿美元，这光是大陆下个500个订单就可以结束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了吗？还是说川普接下来为了要救他的大公子，会来组成所谓的飞航国家队？厉将军怎么看？我觉得他已经组成了哈，这非常国家队。现在来讲，我们看到从美国川普开始哈，到各个他们的议员、国会的议员来讲话，他每到一个国家去，就叫别的国家要买他的波音飞机哈。这是川普我想跟习近平要见面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你要跟我买我美国的波音客机。那美国议员到台湾来，不是也强迫我们台湾华航要买他的飞机吗？但是这个国家队到底团不团结？我觉得不团结。那刚才这个张将军讲的，他们罢工，你知道美国这个上个月他们波音公司是为什么事情罢工吗？因为他们收了一笔订单，那笔订单叫美国这个 F-47第6代战机的订单，波音公司收到这订单以后，他们公司员工就罢工了。你收到订单，那开始要给我们加薪加奖哦。这个有这个订单，是不是就应该要给我们员工？因为公司赚到钱就要给我们加薪加奖啊。所以你反而收到订单，变成员工自己第一件事情要求的是加薪加奖。所以我们看出来，这个波音公司这个已经本身来讲，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很团结的。那我个人觉得波音公司已经有点像印度斯坦公司化了。什么叫印度斯坦公司呢？印度斯坦公司是负责维修印度军机的这一家维修公司那当然在经过他手里面维修之后的印度的军机来讲的话，这个到现在为止已经摔了1000多架了，其中最高纪录1年摔50几架，就平均每个月有摔一架。是。那为什么会这样摔呢？大家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印度的在他们公司里面员工经常这架飞机拆开来维修完以后组合回去后，奇怪，手里面怎么还有一把螺丝？这把螺丝怎么办？往垃圾桶一丢，就大家就没看到，就结束了。那目前来讲，我觉得波音因为我想说每一家公司。第一个，你为了节省成本来讲的话，你会干了2件事情嘛。第一个就是偷工，第二个减料那你是不是按照你的 SOP 手册，完全按照这个料件的标准规格来买？你如果去买便宜的料件，当然你这个飞机的品质就会有问题。如果你没有按照规定的程序来维修来制造，当然程序也会出问题。所以我觉得波音来讲，应该是已经是系统化出了问题。那你靠国家队不见得能够救得回来。好，谢谢厉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